你以为躲在这腥臭的鱼滩里，就能掩盖你那令人窒息的魅力了吗？没有用的。你看看你，哪怕是刮个鱼鳞，那手腕的翻转，那忧郁的眼神，都透着一股绝世剑客才有的孤高。还有那杯老花奶白，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不过一码归一码，你帅归帅，昨晚的辛苦费3000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我以为我们昨晚彻夜探讨武学真谛，已经达到了灵魂交融的境界，想不到，终究还是落入了世俗的统筹之中。呸！谁跟你探讨武学？老娘只认真金白银。你爹死了，三江镖局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少拿这些酸词儿来赖账。不是护标任务，这0.01的增加速度，怕不是要杀光金陵城所有的鱼才能攒够。钱不够，跟我回镖局去。走快点儿，跟我抄近路，老娘还赶着做下一单生意呢。罗大侠，人我给你引到这条死胡同了，剩下的10两银子。沈少镖头，白天在鱼滩，我兄弟几个好心给你留银子，说要报恩助你重振镖局，你偏要装傻。没办法，在下只能雇人请你过来了。报恩是假，明日城主府召开镖师大会，护送武林之宝云铁，你想拿我当傀儡，借三江镖局的名号去抢云铁？少镖头心细如发，可惜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想跑？这条巷子我走过无数次，这个时辰的夕阳是最毒的。你沈清海何等君子，江湖人称人剑无双，你居然这般卑鄙！你也说了那是沈清海，跟我沈慈有什么关系？满了。这就是13层的龙象般弱功，有了这身修为，明日的镖师大会，我总该去闯一闯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为什么我刚穿越成少镖头，总镖头惨死江湖，这笔账我迟早要查清楚。少镖头，可见过白纸扇罗松？见过，死了。谁杀的？我杀的。放屁！罗松乃是2流高手，你一个杀鱼的废物也配？大哥，拿下他，先控制三江镖局。一部大圆满的龙象搏绕功，竟让我跻身大宗师了吗？看来以后得低调点儿，太优秀也是一种烦恼。听说了吗？昨日傍晚，金陵城出现了一股可怕的内力波动，连城墙的禁制网络都闪烁了，绝对是大宗师降临！大宗师啊，武道绝巅，若是能结交一番，死也值了。哎呦，这不是三江镖局的少镖头沈慈吗？你不去河边杀鱼，跑来望江楼做什么？镖师大会，我三江镖局为何不能参加？哼，三江镖局，整个金陵城谁不知道？你爹死后，镖师跑得一个不剩，就凭你一个连3流都算不上的废物，你能护送什么镖？送鱼吗？承蒙耿兄如此关心沈某，今日参加镖师大会无暇分身，改日沈某定要登门拜访，给婶婶请安。耿破军和沈清海明面上是兄弟，他说的婶婶是耿峰他娘，这废物在当众问候耿峰他娘。沈慈，你找死！住手！
见过温大小姐。此次押镖事关重大，若有人捣乱，休怪无情。这沈慈不过是个杀鱼的废物，他跟着去，纯粹是想恬不知耻的捡漏。既然城主府邀请，三江镖局理应参加。此行由双龙镖局为首，其余众人协同。那便多谢温大小姐了。小姐，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让沈慈同行？他连肉干都嫌弃。三江镖局总镖头沈清海在世时，人称人剑无双，黑白两道都有交情，把沈慈带在身边，若是遇到小麻烦，可以让他出面解决。人情世故也是一种防御手段。大宗师的听力，听这点悄悄话倒是清晰。拿我当挡箭牌吗？沈慈，赶紧去前面探路。双龙镖局不是有自己的趟子手吗？少废话，在这里就你最没用，你难道真想要一路捡漏？本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种人。有人来了！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你聋了？有人来了！人呢？沈慈，你无端制造恐慌，这是镖师大忌。诸位，我建议把他赶出去。快躲起来！剑士有毒！还有人。沈少镖头，好身法。运气好，刚好站在了死角。千面楼，结阵护镖。耿总镖头，你那一双囚龙手有些门道，交出云帖，免你一死。区一个最低级的影面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我父亲乃是半部宗师，杀你如屠狗。是吗？哦，有内鬼。总镖头，得罪了。任务完成，撤。是我双龙镖局无能，云帖被劫，按照规矩，我双龙镖局倾家荡产也会赔付城主府。他们抢走的云帖是假的。假的！假的！我父亲因为一块假铁断了一条手臂，城主府难道不该给个交代吗？契约上只写了将货物送到天剑山庄，真假与否在契约之外。城主府会为总镖头请最好的郎中，仅此而已。凤儿，退下。大小姐，聪慧。千面楼发现云帖是假，至少需要3日。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差，
立刻启程前往天剑山庄。大小姐，千面楼太可怕了，我等不想送命，请辞返回金陵。你们怎么能临阵脱逃？其他人可以走，沈少镖头必须留下同行。温大小姐，给加钱吗？大小姐，沈慈此人只会拖累我们。刚刚千面楼来袭，大家都站出来，唯独他躲在人群后面。这样的人怎么配跟我们一同前往？人不可貌相，沈少镖头或许有用。香桃，去马车残骸里收拾一下剩下的行囊。温大小姐不愧是女诸葛，千面楼都被你戏耍了。是你，红千鸾。云帖乃是武林至宝，辛苦一些也是应该的。更何况温大小姐这样的美人，我乐意做婢女。妖女，无耻！一般，温大小姐娇羞的样子真好看，当真是我见犹怜。倘若我是男子，必然要娶你。温大小姐的谋略，我笃定这不是真正的云帖。告诉我真正的云帖在哪里，不然休怪我了。你不说，我就杀，他们可就要因为你而死了。不要，求你了，我家中还有妻儿老小，求你放了我。我真的不知道云帖在哪里。可是温大小姐知道，温大小姐可是金陵城城主府的大小姐，又拜师武林名术，必然不看着大家枉死。你还不动手！姑娘，走吧。云帖你带不走。居然没事，双枪共事。多谢沈少镖头出手相助，没想到少镖头居然是一流高手，是我等眼拙了。诸位现在不应该称呼少镖头了，而是总镖头或者是沈少侠了。三江镖局今后恐怕是更上一层了。少侠不敢当，称呼我总镖头就行了。一流高手，沈慈，你既然是一流高手，那千面楼突袭我们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出手？倘若你早点出手，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人。我父亲何至于被人斩断手臂？这都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死了大家。耿少镖头此言差矣，千面楼突袭，防不胜防。若不是沈总镖头击退魔教妖女，我等早就身首异处。你万不可恩将仇报，我不管，这笔账沈慈赖不掉。好一个千面楼的奸细，居然妄图假扮双龙镖局少镖头，再次挑拨离间，当真是可恶。沈慈，你什么意思？当初
百百碎片，万能碎片，发了。沈清海号称人剑无双，而他做事情全凭本心，亦正亦邪，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。这才是江湖啊！带着你们少镖头的尸体走吧。想要报仇，尽管来找我沈慈。诸位，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前往天剑山庄。想要同行的留下，若是不愿意的，可以返回金陵城。镖银，我城主府如数交付。大小姐，既然有沈总镖头这样的一流高手坐镇，我想东南武林没有人能抢走云铁，我等就不必跟随了。是啊，有沈总镖头在，何须我等？我们就回去了。看来沈某做事情全凭本心，把大家吓到了。江湖道义，跟我无关。接下来，小女子和云铁就拜托沈总镖头了。温大小姐可不是什么小女子，计中计连环套，故意透露云铁真假，恐怕是为了炸出队伍里面是否还有暗桩吧。果然瞒不过沈总镖头。到了。天剑山庄。此处原先是一处无名山峰，后来被天剑山庄先祖剑天通镇压。这4个大字，便是他留下的。字里有东西。是剑意，历经100余年，依然能维持这片区域的禁制网络。温大小姐到来，无需禀报，请随我等上山。温师妹，你来了。剑师兄，这位是三江镖局总镖头沈慈。原来是沈总镖头，三江镖局老镖头，人剑无双，在下仰慕已久。今日一见沈总镖头，如见老镖头。剑少庄主客气了。剑师兄，云铁已带到。剑胚早已铸成，就差这云铁。来人，把云铁送去剑炉。云铁何等珍贵，千面楼和九幽魔宗一路截杀，到了自家地盘，却只派几个连3流都不及的弟子护送，连联合护卫都没有。既然镖已送到，沈某就告辞了。沈总镖头何不参加完铸剑大会再走？云铁铸成神兵后，沈总镖头若是不嫌弃，可再接一镖。护送神剑返回金陵。好。控火焚物，熔金炼铁。倘若当日用这招对付红千鸾，他大概连灰都剩不下。这位公子，小女子借住一晚可否？红姑娘，伤好了。红姑娘，留下来吧。沈总镖头，且慢！我知道你父亲沈清海死前的事情。
有人买通千面楼的人对你父亲动手。千面楼，沈总镖头，那小女子是否可以离开了？走吧。真的？真的。沈总镖头就不怕我骗了你？不怕。你若是骗我，我不介意去九幽魔教找你。多谢沈总镖头今日大恩，小女子告辞。千面楼来得正好。请总镖头助我！此局，当心！这是什么武功？去问阎王吧。多谢沈总镖头。你中毒了？是醉烟罗，九幽魔教把毒投放在了吃食中，导致庄内大部分人中毒，千面楼才敢如此猖狂。还请沈总镖头跟我前往铸剑室，守住神剑。真的有神剑吗？沈总镖头果真细致入微，确实没有神剑，准确的说，没有陨铁。拿一块假铁，引来千面楼和九幽魔教一路截杀。温大小姐，好大的手笔！骗一个超一流高手是不明智的。这只是金陵城和天剑山庄的一次造势。天剑山庄近20年青黄不接，铸剑生意濒临破产，而我温家有几处铁矿，他们是最大的主顾。所以城主府出家运铁，天剑山庄假装锻造神兵，借魔教和千面楼的强夺，向整个东南武林证明这块铁的价值。想要证明一件事是真的，你说千万遍，不如你的敌人拼命抢夺一次。神剑铸成后，会在送往金陵的途中意外遗失，成为江湖传说，而天剑山庄的铸剑生意将起死回生。底层逻辑终究还是生计。这女人把整个江湖都算计成了免费的广告牌。温大小姐，少庄主那边顶不住了，九幽魔教的高手破了前殿的禁制。我知道了，沈总镖头，我没料到他们攻势如此迅猛，还请助我。可以，但我三江镖局要金陵城主府所有的护镖生意。可以，我甚至能做主，将天剑山庄的护镖生意一并交给你。走。一流高手，完了，连一流高手都出动了，今日天剑山庄必亡。今日神剑，我教志在必得，挡者
死！温师妹，我不同意。你是何人？三江镖局，沈慈。沈清海是你什么人？家父。不知者无畏。就算沈清海活着，也不敢在我面前这般说话。温家丫头，这就是你的底牌？沈总镖头，在下铁臂侯童虎，曾与你父亲有旧，今日大事不是你胡闹的，速速退下！哎，沈清海何等沉稳，怎么生出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？家父沈清海行走江湖，一生光明磊落。沈慈很清楚不如父亲，但就算如此，也绝不能剁了父亲人剑无双的名头。不管是云铁还是神界，我沈慈必当以死相护。他出手狠辣果决，绝不是这种为了虚名豁出性命的人。他在谋划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沈清海倒是生了个好儿子。你可知道，为了这些所谓江湖道义，你会断送自己的性命。生死有命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好一个重于泰山！既然你这小辈想借我教扬名，老身成全你。老身就站在这里，3招之内，你若能让老身挪动半步，老身立刻带人离开，绝不觊觎神剑。好。沈慈休要胡言！神剑若落入魔教手中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今日就算背负骂名，我也不能由你胡闹。滚！童大侠被一招秒了。赌约已成，诸位要反悔吗？出手吧，你只有3次机会。好。30个碎片，看来武功越高爆的越多。耿峰太垃圾了。啊！今日我就由魔教认栽，撤！且慢，沈总镖头武功盖世，我等自知不敌，但沈总镖头想要强留我等，也未必能如愿。沈总镖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在场其他人都中了醉烟罗，若真开战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所以，你若执意动手，就是拿全天下武林同道的性命做赌注。你担得起这千古骂名吗？我只是个走镖的。你们挡我的路了。怪物，这是什么武功？
丰收。沈总镖头，神剑已铸成。剑芒内敛，数据流转，当真是绝品好剑。如今神剑出炉，就差最后一步。斗胆请沈总镖头为剑赐名。神剑乃城主府之物，沈某不敢喧宾夺主。沈总镖头何须推辞？我代表城主府同意你赐名。非但如此，今日我做主，将此剑赠于沈总镖头。那可是武林至宝，温大小姐这般轻易就送了，这是在赌沈慈未来的大宗师之路啊！你还真的？剑虽好，终究是死物，若能结交沈总镖头，值得。好，沈某接了。别慌，沈总镖头说笑了，我等不慌也不急。此剑既然赠予你，应当好好想想。剑名如人名，将来沈总镖头名震江湖，此剑也是要跟着扬名天下的。此剑名字叫做别慌。别慌，别慌极好，遇事别慌。沈总镖头，天剑山庄事了，小女子也要返回金陵，可否同行？可以同行。好，只要沈总镖头能安然无恙，将小女子护送回金陵，这镖就算是成了。爽快！沈总镖头，你用天阶武功烤野兔？给。外焦里嫩，沈总镖头回到金陵城，可有什么打算？先把三江镖局的大旗立起来。那些在你父亲去世时舍弃三江镖局离开的旧部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难道你不怪罪他们在艰难时离开？人家在我三江镖局做镖师，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又不是把自己卖给我了。镖局没落，人家投奔新东家，无可厚非。江湖重忠义，你就不怕他们日后再次舍弃镖局而去？只要我还在，他们会走吗？不会了。当初舍弃镖局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请总镖头见谅。这是怎么了？都坐下说。他们这些天每天都来，把镖局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赶都赶不走。既然都回来了，那诸位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双龙镖局已亡，倘若总镖头不计前嫌，我等愿意为三江镖局出生入死。出生入死就不必了，大家都是为了养家糊口。正好我要重开镖局，你们回来了，我也懒得去找别人。规矩你们懂，去干活吧。多谢总镖头。行了，想报答我，就认真做事。总镖头，这些人曾在镖局最艰难时离开，真的可信吗？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他们有过错，但业务熟练，可用不可信。只要我还在，他们就不敢有别的心思。但镖局的核心位置，永远轮不到他们。总镖头思虑周全，老朽放心了。今日门庭若市，看来三江镖局今后的生意要红火了。总镖头，既然镖局重开，您是否也该考虑成家了？我看温大小姐就很不错。这老头疯了吗？那可是城主府的大小姐，金陵城的天骄，当众调戏，这是找死啊！
这老头催婚催到城主府头上了。沈总镖头如此年纪便是一流高手，日后红颜知己必不可少。我恐怕是入不了沈总镖头的法眼。温大小姐居然自认高攀不起，你懂什么？天剑山庄那一战，沈慈极可能是未来的宗师，宗师面前天骄算什么？总镖头，人家温大小姐就很不错了，您可别辜负人家。福伯，来，我给您倒酒。温大小姐今日亲自登门，除了祝贺，应该还有别的事吧？沈总镖头敏锐，今日除了祝贺，城主府确实有一件事情，城主府需要沈总镖头走一趟镖。好，我接了。东南两省遭受水患，州府下令筹集赈灾银，金陵城要出30万两送到扬州府。路途遥远，且朝廷乌烟瘴气，暗中打劫的官兵与江户宵小无数。这趟暗镖只能托付给沈总镖头。好，接了。沈总镖头爽快。诸位，静一静。今日温大小姐托镖，我三江镖局将护送30万两赈灾银前往扬州府，感谢城主府的支持，我们喝一杯。唉，还是太年轻了，财不外露啊！30万两，这是给自己找催命符啊！总镖头，您喝多了。诸位，我们总镖头喝多了胡说呢，30万两的生意我们吞不下。我没喝多，就是30万两。那我等恭喜沈总镖头开张大吉！开张大吉！他不像是这么冲动的人，如此高调，难道是另有打算？来吧，30万两，搏一搏单车变摩托。你们不来抢，我怎么爆碎片？在天剑山庄刷的碎片，该用了。融合。夺命13剑，大圆满。扬州府的通天之路，我准备好了。蠢货！本以为他是一流高手，没想到是个没脑子的。沈清海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？30万两，他以为自己是一流高手就天下无敌了吗？这江湖之大，蚂蚁咬死象的事情还少吗？父亲息怒，事已至此，生气也无用。息怒！30万两赈灾银要是丢了，拿什么给州府交代？早知道就不该听你的，我们城主府自己派人秘密护送就好了。父亲，我总感觉沈慈的性格不至于如此冲动，他如此高调，恐怕是另有打算。什么打算？我看他就是膨胀了。以后你跟那小子少接触，我怕他的愚蠢传染到你身上。那父亲，我就下去准备了。
这一次你得跟着过去了。好不容易瞒天过海，切记不要暴露了自己。哼，看看你生的好儿子。老温，你骂都骂了，连我都骂了，也该出气了。慈儿和温丫头不会有事的，沈家就没一个省心的。我告诉你，30万两赈灾银要是真的丢了，我挖你沈家祖坟，你信不信？沈总镖头，他们是我城主府的护卫，为首的叫陈恒，擅长用刀。见过沈总镖头。出发。30万两白银，这诱饵撒得够大，不知道能钓出多少碎片。陈统领，大小姐，前面出事了，有山匪！怎么回事？陈统领带着我们探路，正好碰到这群山匪欺凌百姓。草菅人命，该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多管闲事！兄弟们，给我杀！五虎刀。大家一起上，速战速决。在下临阳县捕快董三刀，感谢诸位相助。不知道诸位是？金陵城城主府陈恒。诸位这是押镖？三江镖局，兄弟节哀，仇报了。现在天色已晚，你们再往前就要进山，走夜路相当危险，不如跟我去大王村休息一晚，明日再走。他们就是大王村的百姓。多谢诸位好汉，你们就跟我们回村休息一晚吧。总镖头，20辆马车，走夜路确实容易出事。荒郊野岭，偏偏遇到山匪，偏偏遇到捕快，偏偏要去大王村，太巧了。大王村看来是个连环局，正愁找不到人练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叨扰了。官爷，我们村被掳走的人可是救下来了。抱歉，我们赶到时，已经有几个村民遇害了，救下了剩下的几人。大家不要伤心了，生死有命，我们还是先把恩人请进村。莫要让人觉得我们大王村不懂感恩，挨家挨户给我腾出屋子来，每家至少留宿2人，都看好自己的婆娘，莫要生出事端。恩人，你们觉得这样安排可好？挨家挨户入住太过麻烦，还请老哥给我们找1、2间空房子即可。总镖头说的没错，分开住太叨扰百姓，且晚上兄弟们还要守夜值班，分开不方便。蒋大哥，你不是江湖人，走镖的规矩，不管什么地方，大家都是要住在一起的。哎呀，是我想的不周到。王二、蒋四，把你们2家挨着的院子腾出来。过于热情的羊群。蒋大哥，董兄呢？山匪的事情需要上报县衙，董捕快他们直接回去了。诸位恩人，这是村里打的几只野鸡，熬了鸡汤。大哥哥，
谢谢你救了我和爷爷。警告：检测至高浓度赛博毒素，醉烟罗变种，针对内力运转者，腐蚀丹田，对无内力平民无效。原来如此，对普通人无效的散攻毒，连小孩子都成了诵读的工具。来，这个你吃。不行，爷爷说这是给恩人的。恩人，既然是给您的，您就接着吧。老骨头这点伤不碍事儿。他杀人如麻，竟对平民如此耐心。好，多谢。痛快！不好，有毒！快护住心脉！孙儿，我的孙儿，孙儿别怕，等爷爷有了银子，给你烧很多的钱，给你烧你最爱吃的猪头肉。蒋贵，为了银子就要如此草菅人命吗？人命，人命算得了什么？你们知道什么是穷吗？那是一种比绝望更加可怕的存在。30万两银子，为了这笔钱，死几个人算什么？连我娘子都搭进去了。只要有了银子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你们背后有人，凭你们布不出这种局。用全村人的命做局，只为了一口咬下30万两，这群羊早就变成了吃人的狼。温大小姐不愧是女诸葛，我笃定你们对江湖人防备，但对于普通人，你们是不会防备的。连沈总镖头这样的一流高手，不也一样栽了？大人，千面楼，你们以为听他的话，他就会把银子给你们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温大小姐说的没错。棋子怎么配跟执棋者提条件？棋子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舍弃。你想要独吞30万两？你上他！碎骨手如此大成，你是双龙镖局副镖头卢猛。温大小姐果然聪明，可惜聪明人活不长。不过我可以保证，在你临死前，让你体验一下人间乐趣。回去之后，我还要吞并三江镖局，让双龙镖局成为金陵城第一。沈清海算个人物，可惜儿子是个蠢货，一流高手，还不是被我算计了？死吧！你算计谁了？你怎么会没事？不可能！我的计划天衣无缝，尤其是用这些普通人做棋子，你连防备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察觉到破绽？你的计划确实天衣无缝，我确实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怀疑，只是我不吃鸡肉。啊！就因为你不吃鸡肉？高维度的算计死于低维度的挑食，这难道就是天选之女的被动防御机制？所以你刚刚中毒的迹象都是装的。大王村的人不可能做出这么精细的筹划，背后必然有人。我只是稍微将计就计，你就自己跳出来了。你要突破一流高手了？还差一点，不过拿你练手，应该有所收获。不走前人铺好的内功路子，
将慈悲庵和温家剑法强行融合。这女人在自己写底层代码。真正的天骄吗？若你真是一流，我或许不是对手，可惜你还不是。囚龙手，耿破军的绝学，他的囚龙手我早就暗中拷贝了，你插翅难逃，完了！一个中毒的废物也敢英雄救美，找死！聒噪！你村口还藏着一个一流高手。你没事吧？温家伏柳剑法已是上乘，但他刚刚的剑法根本无法计算。我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刚刚动用内力，若毒素深入心脉，没事，解毒了。小姐，大小姐，这里面是解毒丹，可以压制你们体内的毒，不过还需要你们用内力将毒逼出体外。大小姐，我等恐怕是不行了。您放心，我死后，城主府会照顾好我的家人。多谢。少废话。运转内功，护住心脉。多谢沈总镖头。举手之劳。让大家做2略。他要同时给这么多人逼毒，这需要多深厚的内力？就算是宗师也有极限。前段时间金陵城内出现的那位神秘宗师，难道就是他？他们体内的毒素已经去除90%，不碍事了。好，多谢总镖主。不用这么客气。总镖头，这几个是大王村负责熬汤下毒的活口，躲在后厨被我们揪出来了，怎么处置？人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求你们放了我们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都是蒋贵逼我们的。杀了！你不能杀我们，我们是普通老百姓。我认可沈总镖头的话，善恶面前没有普通人和习武者的分别，做恶事就该死。不圣母，这女人留着有用。杀！有打斗。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千面楼的人还没死全。伤口边缘的数据流还未完全消散，刚结束不久。都是一剑毙命，连反抗的痕迹都没有。出手之人至少是一流顶峰。人已经走了。龟息假死，连心跳数据都屏蔽了。这老头装的还挺像。
既然是有非敌，无需浪费时间，我们回大王村。好。憋死老子了！这归西化四公差点真把老子送走。好小子，连你爹我都瞒过去了。你们前辈既然出手相助，何必急着走？前面楼作恶多端，老夫也是碰巧路过，顺手除害罢了。两位小友无需放在心上。不过老夫看两位小友武艺不俗，男才女貌，当真是天作之合。老夫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告辞。他刻意用内力改变了声音，且不愿摘下面罩。他认识我们，甚至可能是在暗中保护你。或许吧。走吧，天快亮了。跑什么？总镖头，我们习惯蹲着吃，接地气。沈慈，昨日击杀鲁莽时用的剑法，似乎不是三江镖局的祖传剑法。不是，那叫夺命13剑。夺命13剑，名字如此直白，它有何玄机？没有玄机，一剑13式，没有任何华丽的招式，只有将剑招简化到极致的快。最快能刺出15剑，15剑一出，宗师难活。将繁复的剑招压缩成最纯粹的杀戮代码，这才是真正的赛博武道。你能不能指点我？指点你？我的拂柳剑法遇到了瓶颈，若是能与宗师魏招，对我武道必有大益。好，单纯为剑招可以。有进步。再有半月就能抵达扬州府了，不过再往前，下雨天气会更频繁，道路泥泞，行程必须缓下来。应该不至于那么倒霉。总镖头，再有半日时间就到段云城了。以前来过？以前跟着老总镖头来过几次。段云城城主萧段云和老总镖头是好朋友，每次来都会拜访。既然如此，到了段云城，我是否还得拜访一下？理当如此。听闻萧段云为人好客，曾放话江湖人遇难可找他帮忙，我们贸然拜访也无妨。出发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？怎么了？从进入这段云城，就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。或许是你第一次走长途镖，神经太紧绷了。既然到了，我们好好休息一下。走吧。掌柜的，三江镖局的到了。您就是沈清海总镖头常说的沈慈，沈少镖头。正是。可恨，沈总镖头那么好的人，竟遭人毒害。既然是沈总镖头的儿子，此次你们三江镖局的饭钱、住宿全免了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沈总镖头在世时和我是好友，岂能收你的银子？伙计，赶紧安排房间烧热水，我要跟沈总镖头喝几杯。两位客官，这是给你们安排的房间。我们？两位不是夫妻？不是，我们是三江镖局一起的，但不是夫妻。不
抱歉，小的这就去给这位姑娘单独安排一间。靠近窗户的是白衣银枪曹环，中间那2个是刀剑双绝的魏虎、魏龙。我们来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人，这些人是我们来了之后才到的。虽然他们不是什么恶人，但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我总感觉不对劲。你的感觉没错。锁定目标，检测到敌意信号。鱼儿进网了。去吃早饭。掌柜，我等要住店。哎呦，客官息怒，马上给你安排。天色尚早，距离日落还有一段时间，去吗？去吧。哈哈哈哈！今日上午喜鹊临门，我就感觉有贵客登门。三江镖局沈慈，见过萧城主。果真是一表人才，虎父无犬子。我和你父亲乃是至交好友，你叫我一声萧伯父便可。金陵城温素浅，见过萧伯父。父亲经常提起萧伯父为人仗义，义薄云天。温兄当真是生了个好女儿。来，入府。既然来了段云城，就在我这多住几日。有镖物在身，不敢逗留。既然有镖物在身，我也不强人所难。不过你们返回时，可一定要多留几日。一定。日后三江镖局的生意，免不了麻烦萧伯父。在段云城地界出任何事情，我萧段云一定帮你。贤侄，你父亲曾在我这里留下一样东西，说是日后来取。今日正好你亲自过来，我就把东西给你。贤侄请进。好。当心！好一个一流高手！萧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何意？你们在大王村滥杀无辜，屠戮整个村子，你们忘了吗？什么？大王村的百姓，我们滥杀无辜？萧城主，你恐怕是误会了吧？哼，没有误会。五虎门的董三刀，刀剑双绝魏龙魏虎，白衣银枪曹环，他们亲眼所见，还有大王村幸存的百姓可以作证。不好，董三刀，客栈里的魏虎，他们是利用你的侠义之心困住我们。只要我们被困在城主府，30万两镖银就无人看守了。萧城主，得罪了。休走！温大小姐想要去哪里？一派胡言！温大小姐当真是巧舌如簧。萧城主，您切莫要相信了他们说的话，明明是他们杀了大王村的百姓。先不管如何，抓了你们再说。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这书房是铜墙铁壁，就算是超一流高手也出不来。里面还有机关，你若轻举妄动，神仙难救。是吗？就这？
小城主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让人拿下他们！想走？去死吧！拦我者死！让他们走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人心险恶，你就是不听，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。夫人，就你这脑子，安心当你的城主就行了，非要结交什么江湖人？真以为人家喊你一声义薄云天，你就是大侠了？你们的一切损失，我城主府承担。他这个人其实人不错，就是太喜欢江湖名，所以很容易相信人。无妨。四海居，白衣银枪，刀剑双绝。诸位在江湖上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人，居然也做这种勾当！你们在大王村滥杀无辜，我等不过是替天行道。至于什么镖银，等你们死了，我们会送过去的。没错，我们只是为了给大王村的百姓讨要一个公道。讨公道，好，我给你们。慈悲剑，温家大小姐，老夫与净慈师太也算故交，师太慈悲为怀，你为何要在大王村滥杀无辜？孙前辈明鉴，大王村百姓并非我们所杀，而是千面楼所为。一派胡言！杀人之后就归罪千面楼，你觉得有人信吗？千面楼虽然无恶不作，但也不至于替你们背这个黑锅。可否让大王村的幸存者出来？我愿意当面对质。好，老夫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带上来。孙老前辈，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全村的人，求大家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好，出身名门又如何？滥杀无辜还不敢承认？孙老前辈，他们这是在利用您的仁慈狡辩。杀了他们，替天行道！温百川治理金陵有功，净慈师太更是老夫故交，老夫实在不忍心伤及你们性命。今日你二人若是自废武功，老夫亲自带你们回金陵城，将此事化解，如何？孙老前辈仁慈，杀人偿命。哼，只是废去武功，已经是便宜他们了。听孙老前辈的，孙老前辈自废武功。你就是孙德？放肆！孙老前辈的名讳也是你这黄口小儿能制服的？你就是沈清海的儿子？是你爷爷我。好一个狂妄的无礼晚辈！沈清海一世英名，怎么生出你这种不知死活的畜生？沈清海何等人物？怎么养了你这样的儿子？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诸位，动手，废了他们！30万两镖银，你们也配？
庶子安敢！他说去了大王村，那么就应该知道，大王村的百姓是死于囚龙手和碎骨手，而不是死在剑下。他就是跟董三刀勾结在一起，用所谓的江湖侠义来抢30万两镖银。这样的人不杀了，留着过年吗？沈慈，就算是孙老前辈一时糊涂，你也不至于杀了他。他乃我武林泰斗，你这般痛下杀手，当真是歹毒之极。没错，孙老前辈或许只是一时糊涂，何必赶尽杀绝？那你们来替他报仇啊！不要说废话，觉得他死的冤枉，尽管来报仇。我沈慈就在这里。好一个三江镖局，居然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！你居然废了我的武功！我要杀了你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孙德想要废掉我们武功时，你们说那是仁慈。现在沈慈废掉你武功，按照你们的逻辑，你应该宽恕沈慈才是。为何要喊打喊杀？金陵城城主府与三江镖局共进退。今日诸位若是想动手，请。你们不动手，那么我动手。沈总镖头，我们是受了孙德的蒙蔽。为虎，我跟你拼了！怪我，快跑！沈慈，正所谓留人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你以为这是过家家？这是你死我活。倘若今日你们占据优势，会放过我吗？再说了，我高调送镖引你们过来，你们真以为自己是替天行道的侠客？在我眼里，你们都只是行走的武学碎片。诸位群雄，难道诸位就要看着他们滥杀无辜吗？孙老前辈何等人物，被他残忍杀害。若是任由沈慈这般肆意妄为，天下武林就要再出一个魔头了。曹兄说的没错，沈慈此人出手狠辣，不能任由成长。沈慈，今日你若是现在罢手，我等或许可以饶恕你性命。蝼蚁再多，终究是蝼蚁。一起上吧！大家一起动手！天刀八式，天刀八式，一定要出天刀八式！该死，这到底是什么武功？好凶狠的剑法！大家先杀温素浅！搞什么？你们去杀温素浅？要是被温素浅杀了，我还报什么碎片？这些人都是我的。谁还要来？这已经不是超一流高手，这是半步宗师。素浅，你保护镖银，这些人交给我。好。诸位，接着来。快我！快我！住手！此事我城主府已经查清楚了，是董三刀、曹环、孙德他们贪图30万两镖银，相互勾结，
污蔑沈总镖头和温大小姐。诸位切莫再是非不分，若再执迷不悟，继续与沈总镖头为敌，我城主府可不会再管了。我是想要停手，可是在场诸位却不愿意放过沈某。沈某胆小，怕死，只能奋力反击。今日之事，多亏了沈总镖头武艺高强，否则30万两赈灾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为了表达段云成的歉意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份薄礼。沈总镖头，温大小姐，接下来的路途，千面楼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这盒子里装的，或许能帮上你们的忙。传闻天下奇物有10，铁占其3，云铁、玄铁以及赤金精铁。温大小姐好眼力，这块赤金精铁与此前送到天剑山庄的那块云铁齐名。城主府有错在先，这是替段云成江湖同道给沈总镖头的赔礼，同时也是青梦想要结交沈总镖头的一点心意。这个赔礼有些重了。不重，沈总镖头那惊艳的一剑，配得上此物。好，既然萧夫人如此说，沈某就不推辞了。沈总镖头当真是爽快人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休息了。沈总镖头再会，妾身本名云清梦。他最后特意报出本名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这段云城今后的城主，恐怕就是他云清梦了。萧段云虽然在江湖上有名望，但经营不善。你没发现刚刚的2名护卫对他的态度吗？比对萧段云还要恭敬。他早就架空了城主府。不会是因为我打伤了萧段云，他趁虚而入吧？就算没有我们，萧段云也做不长久。他有魄力拿出赤金精铁拉拢你，这个女人极不简单。一笑清梦落江湖，玲珑心窍胜千书。她若不说名字，我还真想不到，她曾是江南清霄院的花魁，10年前给自己赎身，如今却成了段云城的掌权人。从萧金库的花魁爬到一城之主，这跨度比底层代码重写还要彻底。江湖确实比系统设定的还要精彩，有手段，不过这跟我们无关。这赤金精铁有价无市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带在身上，万一丢了，可是极大的损失。简单，用了它。不用炼丹炉，不用锻造台，直接用内力熔炼天下之间的赤金精铁。如何？神乎其技，简直颠覆了整个武林的认知。沈慈，你万不可在别人面前轻易施展这门武功，如此手段很难不让人心生歹念。你不是别人。这家伙把如此致命的秘密展露给我，是在彻底绑定我。夫人，那赤金精铁可是无价之宝，真的就这么送给一个小小镖局的总镖头？值得，一个随时能踏入宗师境的怪物。如果不值得，温素浅那种心高气傲的女诸葛，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跟在他身边？传令下去，谁都不准找沈总镖头的麻烦。违令者，杀无赦。沈总镖头，下次路过段云城，可一定要再来我四海居。一定。
墙壁没有破损，大门静置完好无损，没有外力强行破坏的痕迹。这是一个绝对封闭的密室，30万两白银不可能凭空消失。温大小姐明鉴，昨夜入库时30万两银子一分不少。这库房钥匙只有知府大人和我2把，昨夜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来过。这简直就像是鬼神搬运。这世上没有鬼神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库房重地，为了防潮，地砖下铺了3层3合土。这里为什么会有水渍？沈总镖头，扬州城水系发达，这几日又逢阴雨，库房角落渗出一点水汽也是常理吧？水汽是常理，但鱼腥味也是常理。鱼腥味，30万两银子，重达数万斤，就算是宗师，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，在不触动禁制的情况下，用人力将其搬空。人力不行，但水力可以。水运，利用水流的浮力与冲刷，将沉重的银两悄无声息地运走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没有人力搬运的痕迹，也没有破坏大门。水运，温大小姐，沈总镖头，这里是府衙地下的库房，四面都是实心青砖，哪里来的水？难道水还能穿墙不成？沈总镖头，您虽然武功高强，但这查案单凭一点所谓的鱼腥味就断定是水运，未免太过武断了。我杀了10年的鱼，这味道比系统代码还要刻骨铭心。是不是武断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这是在做什么？下面是空的。找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库房地下怎么会是空的？破！30万两，顺水推舟。门锁完好，禁制未被触发。对方对库房的机关了如指掌。敢问刘师爷，有多少人知道关闭库房禁制的方法？只有我和知府大人知道。每次存取银两，都是先关掉机关。如此说来，刘师爷和知府大人嫌疑最大。温大小姐，下官冤枉啊！下官就算有10个胆子，也不敢动30万两赈灾银。我只是说嫌疑最大，又没说你监守自盗。昨晚知府在哪里？大人一直在和新娶的小妾在一起。这几天，大人一直跟小妾厮混在后院。带路，去见知府。是，下官这就带路。这么大的湖，要多少人挑水才能填满？沈总镖头有所不知，这湖的地下水脉是和城外的秦淮河相通的。库房暗河、庭院湖、秦淮河，30万两白银的物流路线，闭环了。两位，知府大人就在前面的凉亭里。大人，大人，这2位是金陵城城主府大小姐和三江镖局总镖头，此次30万两赈灾银就是他们送来的。原来如此，翠禾，给2位倒茶。是，老爷。沈总镖头，你要干什么？沈总镖头，不可无礼，这是大人新娶的妾室。刘师爷，翠姨娘是如何知道沈总镖头姓沈的？刚刚您介绍时，
只说了总镖头。果然是你，妖女！沈总镖头慧眼，居然识破了奴家。不过你们来了也没用，30万两银子，我九幽魔教笑纳了，就当是你们杀我魔教高手的赔偿了。沈总镖头，后会有期。休走！30万两，你吞得下吗？大人，库房的30万两赈灾银全都不见了，那可是我扬州府赈灾2省百姓的救命钱，这可如何是好？2省百姓就等着这银子活命，银子被盗，你我等百死难以赎罪。10年自污，只为留在扬州护一方百姓，这老头倒是个纯粹的底层护道者。江大人、刘师爷，无需太过担心，银子还在府衙。此话当真？沈总镖头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，开不得玩笑。倘若沈总镖头真的能找到银子，本官代替2省百姓给沈总镖头叩谢。30万两银子一夜之间运不出府衙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投入湖中，从地下水脉运走。派人下水看看。快下水给我找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，太好了！沈慈，你这个混蛋，和我交手，你还敢分心？只要能打败敌人，就是好手段。行了，不跟你们纠缠了。沈总镖头，我们来日方长，漫天花雨。跑得挺快。红千鸾的易容术出自千机门，连我都没有察觉。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？我上次就发现，他锁骨下方有一颗小田痣。刚刚他倒茶，领口稍微敞开，我看到了。你流氓！观察入微是镖师的基本素养。沈总镖头，温大小姐，感谢你们救了2省百姓，今日就在府衙，本官设宴，请2位喝一杯。好，却之不恭。多谢沈总镖头，温大小姐，万幸在酒楼沈总镖头手下留情，先前有所冒犯，见谅。怎么回事？大人恕罪，是我一时糊涂，银子丢失毫无线索，我怕大人受牵连，便想让沈总镖头和温大小姐顶罪。本官破例让你在府衙担任师爷，是要你以百姓为先。倘若为了一己之欲残害无辜百姓，这天下百姓何等悲苦！几日之后，你便离开吧。大
当年的救命之恩，你早已经还清了。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大人以自无断前程庇护两省百姓，若大人出事，百姓必遭难。我出此下策，本就没打算活。不可！刘师爷，我都说了，冒犯之处见谅，说明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何须如此？江大人不如小惩大戒，这件事情就如此结束吧。既然温大小姐和沈总镖头开口，来人，拖下去，领50棍。我没想到你会饶了刘达。当初杀孙德的时候，你可是一点情面都没有留。我又不是什么杀人魔头。刘达如果死了，万一有人对江澄璧出手，江澄璧必死无疑。他一死，这两省的百姓未必能过得比现在好。杀伐果断，却又能在关键时刻洞察大局的底层逻辑。他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圣女，怎么这么生气？事情败露了，是沈慈和温素浅。本来事情很顺利，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掺和进来了。败露了，那可是30万两银子，教主点名要的银子。厉归尘，你自己想死，可不要牵连我们。那沈慈可不是一般人。又是这个沈慈，我知道，不就是一流高手，我又不是没有杀过，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会一会他，看看他在我的刀下能坚持几下。别白费心机了，就算教主撮合，我也绝不会嫁给你。随你。海不怒好歹是你师父，一代宗师，你潜伏10年，日日下毒，最终散了他的功，夺了这不怒刀法。厉归尘，你是个没有感情的怪物。魔教弟子要什么感情？只要利益。圣女，教主传信，所有弟子即刻返回。通知下去，所有人即刻启程。你带人回去，我不回。为什么？去杀个人，沈慈。去吧，等沈慈一死，温素浅落单，那30万两银子就是我的了。沈总镖头，大小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没事了，这几天大家放松一下，准备回城。2位也是去五鬼林，在下午月金刀杨泪。听闻紫阳剑派带头围剿九幽魔教，我等正要去博个名声。王屋派陈立正是同路，去见识一番。看来是你在天剑山庄杀的那名魔教长老，导致九幽魔教元气大伤。紫阳剑派抓住了这个破绽。杀一个一流长老就元气大伤，这魔教的底蕴也不过如此。宗师不出，一流便是绝顶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杀一流如杀鸡？镖局，这城里可有镖局？有。将这株百年人参护送到紫阳剑派，我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给你。突发高危护镖任务触发，紫阳剑派的百年人参，任务难度极度致命，警告：检测到周边大量高能敌意信号，正在靠近。哎呦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可这百年人参是个烫手山芋啊！
对了，我们酒楼不是住着三江镖局的沈总镖头吗？你可以给他托镖。掌柜的，我兄弟几人正要去五鬼林，途经紫阳城，不用找什么镖局，不如就托付给我们兄弟5人如何？老五说的没错，托付镖局还要花费镖银，我5月金刀护送，不要1分钱。原来是5月金刀的5位大侠。若是如此也好。免费的诱饵最致命，先让你们探探路。且慢，皑皑血衣，公子美人，你是九幽魔教的血公子谢启宏。二哥，我来帮你。大家一起出手！也罢，今日罚了，人参暂且放在你们身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慢慢来。九幽魔教轻功绝顶，他不硬碰硬，足可以耗死5月金刀。掌柜的，你看到了，我兄弟5人联手，连血公子都要退避三舍，把人参交给我们。5位大侠，一路保重。当心！二弟，四弟，谢启宏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杀了你！我就出来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撤，退回去！今日谁敢出这个酒楼，我就杀谁。掌柜，我们护不了了。掌柜的，谢启宏说了，谁都不能离开酒楼，难道我们都要被困死在这里吗？掌柜，这镖我接了。高危护镖任务确立，紫阳剑派的百年人参，任务状态已接取。既然沈总镖头愿意接镖，小老儿就把这烫手山芋托付给您了，还请沈总镖头当心。镖银10两。10两银子，为了10两银子去接这道催命符，这鲨鱼的怕是疯了。谢启宏盯上的东西，谁敢碰？这小子是嫌命长了。既然沈总镖头接了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？若是不交出人参，谢启宏岂能轻易放过你？这件事情我做主了。我倒是看走眼了，在下飞鹰帮段英，无名小卒。我段英行走江湖也是有些名气，既然兄弟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强求。诸位，我等无需担忧。那谢启宏虽然厉害，但我等齐心协力，难道还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吗？诸位，可是想好了？你要接镖？不知道可否行个方便？我们全当是交朋友。这小子疯了，跟九幽魔教的血公子交朋友。有趣，有趣。你倒是让我有些舍不得杀你了。不过，这人参你不用送过去。紫阳剑派剑手跟我们教主对战，双双身受重伤。紫阳剑手急需这颗人参保命，所以这人参必须要留下。剑手与教主双双重伤，这种顶级机密，他当众说出来，
是没打算让酒楼里的任何一个人活着走出去。留下，你试试。留下，你试试。沈总镖头，你当真以为杀了一个废物长老就能在我面前拔剑？沈慈，他是半步宗师，不可硬拼。我有个问题，说，你原先就是这样的，还是练了某种特殊的武功才变成这样的？为何这般询问？因为我知道一些武功修炼需要特殊条件，例如，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你找死！真的自宫了，是个狠人。快，把这魔头的尸体抬出去！且慢，魔教中人行事乖张，当心尸体上有毒。是，拿布裹着抬。你看看，竟然是云霄刃。沈慈，这可是江湖名剑，听闻曾经是落花谷谷主的佩剑，落花谷覆灭后遗落江湖，没想到在九幽魔教手中。喜欢。江湖中人，谁人不喜欢名剑？送你了。这太贵重了。那我容了。别，多谢了。我觉得不妥。云霄刃乃是落花谷之物，虽然落花谷覆灭，但应该还有弟子。我等应该将云霄刃送还给落花谷，物归原主。落花谷覆灭100年，哪里去找落花谷的弟子？紫阳剑派围剿九幽魔教，天下群雄汇聚，我想应该能遇到落花谷的弟子。两位，我辈之人岂可贪恋他人之物？到时候段某会想办法找到落花谷弟子。别想着道德绑架我。云霄刃我拿了，我说的，谁有意见？这一下得罪人了。无妨。掌柜，准备些干粮。你们先返回三江镖局，回去之后接一些短镖。是，总镖头。陈恒，你们也回去。我跟沈慈去一趟紫阳城。紫阳剑派旗剑手跟我师父有渊源，我理应去看看。前往紫阳剑派，还请总镖头多多照顾我家小姐。一定的。出发。沈总镖头，多谢替我兄弟报仇。我们兄弟商议，五弟留在扬州养伤，我和二弟前往紫阳城，不知可否与总镖头同行？你们的人受伤了，五岳金刀的尊严不能丢，天下人看着，我们必须去。既然同路，结伴也可多一分保障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同行吧。不和的赶紧上来，一人10两银子。何意？抱歉，我飞龙帮不做你的生意。可是飞鹰帮的意思。这位兄弟，大家都是同路，可否……谁求情，谁就下去。我飞龙帮不做生意。没有渡船，我们如何过江？走。
竟然用内力驱动小船渡江。段兄放心，没有我飞龙帮的渡船，江心的河神会吞掉每一个不自量力的人。沈慈，不对劲，我们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了。沈慈，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我听闻长江里有河神，擅自渡河的人都会被吃掉，只有飞龙帮的渡船能安然无恙。我们遇到河神了。管你是河神还是河伯，河神，诸神，这么大的怪，才爆0.1个碎片，废物！河神被一刀劈成2半了。沈慈，快取蛇胆！如此大蛇，蛇胆必然玉化，是无价之宝。玉化了。巨蟒胆性烈纯阳，服之可增1甲子内力，洗髓益精，这是江湖人梦寐以求的至宝。送你了。这不能要，太贵重了。我已经不需要了，拿着。混蛋！你敢杀我飞龙帮的巨蟒，还取蛇胆！我要杀了你！给我放炮，轰死他们！沈慈，别慌。大哥，这刀法，我们的刀法在他面前简直就是烧火棍。沈慈，三江镖局总镖头，我记起来了，他是一流高手。什么？一流高手？未来宗师，我居然为了怕惹事，眼睁睁看着他被飞龙帮刁难，我这双眼当真是瞎了。段英，你这个蠢货，你不是说他只是个普通的镖师吗？你招惹了一个一流高手。我若知道他是一流高手，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针对他。开炮！给我继续开炮！孙德他都敢杀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今日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们亡。庄田，快！他们还要开炮。开不了了。船裂了！我们都炸了！大家不要乱动，他这一刀留有余地，船底还有衔接，只要不乱动，能坚持到靠岸。在想什么？飞龙帮。周啸天大喊：“我们杀了飞龙帮的巨蟒。”那条变异冰髯不是河神，是飞龙帮豢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威慑擅自渡江的人，垄断水陆生意。可是想要养成如此巨大的冰髯，单凭飞龙帮的底蕴根本做不到。哼，他们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是谁下令开炮的？这渡船是飞龙帮的，能下令的只有飞龙帮的人。飞龙帮，滚出来！沈总镖头，听我解释，我也是被人利用了，是他想要让我为难你。周啸天，你段英，你妒忌沈总镖头，竟敢用我飞龙帮当枪使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
人心险恶，利益往来，这就是江湖。是我周啸天识人不明，您若是不嫌弃，可前往我飞龙帮水寨，我定当好好赔礼道歉。既然误会打开，飞龙帮正好在去紫阳城的路上，天快黑了，留宿一晚也好。带路。啸天回来了，诸位久仰久仰。您就是沈总镖头吧？小儿已经传回话了，没想到会发生这种误会。周某教子无方，还请沈总镖头千万见谅。无妨。哈哈哈！沈总镖头海量，来人倒酒，今夜大家不醉不归。父亲，蠢货，被段英利用不说，非但没杀死沈慈，还让他杀了巨蟒，你可知这是多大的损失？父亲，沈慈他是一流高手，白天在江面上，他一刀就劈开了渡船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自然是杀。九幽魔教已经催促我们上交新一批蛇胆，沈慈手里那颗变异冰燃的蛇胆，只要我拿到，便能成为一流高手，吞并整个长江水域。可是他，九幽魔教教主之子厉归尘找过我了，他要杀沈慈。厉归尘可是宗师海不怒的弟子，身怀宗师级不怒刀法。父亲的意思是，让他们两败俱伤。九幽魔教快被紫阳剑派围剿灭亡了，沈慈的命我要，那本可以开宗立派的不怒刀法我也要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彻底摆脱魔教的控制。父亲英明，去，把水底所有的变异蟒蛇全部放出来。没睡，失眠了。飞龙帮的气息不对劲，我总觉得暗处有东西在盯着我们，一整晚都没敢卸下防备。你倒是睡得安稳。大家准备出发了，都在习武场集合。走。怎么了？下面有东西。沈总镖头多虑了，我飞龙帮这水寨建在水上，下面养了些鱼，靠水吃鱼嘛。两位这就要启程了。紫阳剑派的镖务耽误不了，告辞。多谢周帮主昨夜款待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周帮主，你这是何意？毁我飞龙帮渡船，断我财路，今日你们谁都别想走，全部断送在我的蟒池里。我明白了，九幽魔教教主厉天行能突破宗师，靠的就是你们飞龙帮还养的巨蟒。用人命喂养巨蟒，再取蛇胆，助他武功精进。为虎作伥，该死！周龙启这个废物，
让他偷袭你，他却去偷袭温素浅。王屋派陈立。我叫厉归尘。你的剑法我见过了，但我的不怒刀法你还没见过。少废话。力劈华山。好，你居然能和我交手50余招！自从我学会这宗师级的不怒刀法，已经很久没人能让我这般兴奋了。宗师刀法，就这？受死！真以为你能赢我？厉归尘居然失手了！周龙起，厉归尘已死，你若不想飞龙帮彻底覆灭，立刻让这些蟒蛇退下。退下！停不下来了！你们昨晚喝的酒里，我加了狂躁药，现在你们在他们眼中就是散发着血腥味的猎物。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要成为蟒蛇的养料。神总镖头，你若能逃出去，就把飞龙帮的勾当传回江湖，莫要管我们了。好，这水寨下方全是巨蟒，就算是耗，也能把一流高手的内力耗干。匹夫撼树，都跳到高处木板上，烫死了，我不负责。听神总镖手的，上高处！这水是沸腾的，像这么大一片水域瞬间煮沸，这绝对不是一流高手能做到的，他是宗师！这不可能，这可是我飞龙帮几十年的心血。宗师，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年轻的宗师？我不信！周龙起，你的倚仗已经没了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大家上！那是未炼化的蛇胆，直接吞服会中剧毒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！爹，小天，走，重振飞龙帮。超一流，他靠毒药强行拔高到了超一流。拦住他，绝不能放虎归山。强行修改底层代码，这怪物能爆几个碎片？沈总镖头刚刚耗费大量内力煮沸江水，他内力不济了。这怪物速度太快，我们根本帮不上忙。爹，杀了他！给你脸了。
副标任务所杀，万毒心经碎片加15，转化为万能白板碎片。今日多谢神镖头救命之恩。哎，杨兄，现在应该叫沈宗师了。这绝对是宗师境界，多谢沈宗师。沈宗师，名头这么大，以后谁还敢来劫我的镖？没人劫镖，我去哪里刷碎片？这群人真是坏我财路。江湖虚名罢了，大家还是称呼我为沈总镖头。沈总镖头连战厉归琛和周龙起，必定消耗极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们先离开水寨，找个地方让总镖头休息，如何？走。站住！你是那个跟在厉归琛身旁的女子。这位大侠不要误会，我是王屋派的弟子。我和师兄陈立来到扬州城，就遇到了那个叫厉归琛的魔头。他二话不说杀了我师兄，易容成他的样子，还威胁我，让我听他的，不然就杀了我。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来感谢沈总镖头的相救之恩。若不是您杀了那魔头，我恐怕早就生不如死了。举手之劳，你走吧。